改标流查克，一种强度不高但玩好了会很帅的玩法。早安，我是氧化铝。事先声明，此玩法偏娱乐，而且很吃队友，建议找朋友3排一起玩。这个玩法的核心思路就是善用1配来实现快速冲刺和快速卡位。今天的对局都是单排连胜打上去的，队友还算给力，所以我才打得这么顺。我开局最喜欢的摆法就是先把第一个路标丢到对面的中草。然后如果第二个标你们压得上去的话呢，就丢在左上的区域，因为这张图有很多 L 型的区域，所以很适合查克。虽然讲我那个标丢到有一点歪了，可是不妨碍我冲上去带走个企鹅。这边拿到大招冲回来，收回我们的路标，稍微击退一下雅雅，然后用这个路标摆一个 L 字形，再次等待大招，时机好了直接冲过去，2发普攻带走这个邦尼。顺便说一下，如果你们遇到了会突脸的角色，比如讲艾德加，你就需要把大招留着来击退他们。这个击退通常都是反杀的关键。这里等待大招，想要再次摆出一个 L 型，不过队友已经带走雅雅了。这个企鹅残血，直接收走路标，用路标带走这个企鹅，拿下这一局。这里要说一个查克很常用的小技巧，就是你先丢出一个自动续好的大招，再马上收回最靠近的路标。第二个大招可以拿来卡位，拿来改变路标的位置，也可以拿来击退敌人。第二小局，如果我手上已经有一个大招了，我会喜欢先丢在自己家的种草，这样的我跑到前面了，我又可以放第二个路标。然后第3个路标，我打算丢去小辣椒那边来卡他的位置，可是我没有击退到他，不过不用紧，先调整一下站位，冲到左边的草去卡他们位置。等我把他们卡到我路标旁边的时候，我又再冲刺回去，普攻，这个曼蒂被我打到傻掉了，直接冲刺带走他，然后这局也是毫无悬念带走这个小辣椒。第3局队友也很给力，那么就是我表现的时候了啦。先一个冲刺到曼蒂的脸上，收走路标，用路标击退他，极限带走这个黑妹。还是要说一下，这个玩法是非常吃队友的。如果你的队友垮了，我们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还手能力了。依旧是把路标放到对面的中草，再放一个路标，等好时机，拿到大招了，直接冲到终点，普攻一下，拿到大招，继续冲。再普攻，再拿到大招，再来继续冲。OK， 这边看到布洛克被带走了，收回一个路标，带走这个饭，卡到这个曼蒂的位置。幸好小辣椒带走这个曼蒂。第4局，因为我看到我队友实力还不错，所以我就打算玩那个最出其不意的套路，先把一个路标放在自己的脚下，把另外一个路标丢掉你想冲的方向。比如讲，我想冲这个小辣椒，等路标一落地，直接收回大招，直接冲。对面通常都反应不过来，为什么你会这么快有大招的？比如讲这个小辣椒，他连反应都反应不过来，就被我带走了。顺便说一下我的配置，我不带1星是因为我觉得这张图它交战的区域都是比较靠近的，不需要冲到很远，所以我就觉得不需要4个路标。而且如果是扣弹药的话，也可以变相提高自己的存活率啦。装置的话，我带的是护盾跟回复，这样你就可以冲更快，冲更久。这里冲回去，直接收走路标，再冲一次，带走这个格斯，轻轻松松拿下 MVP， 顺便打上1000杯。这个查克真的是太好玩了吧！再开一局，结果直接体验了一波敌我差距，队友每次一开始不久就死了，我怎么玩呢？所以这里也就体现了淘汰赛查克的弱点啦。到了高杯场基本上是玩不了了。不过在低杯的时候，这边很少人真的明白查克的机制，你还是可以用这个信息差来上分。而且这个玩法如果玩得好的话，是真的很帅很帅啦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还是回到游戏吧。这里已经到最后一小局了，老规矩，先把第一个路标放在自己家的中草，然后第二个路标，我想冲到小辣椒的位置，所以我丢在小辣椒那边。第3个路标丢到对面的中草，这里被小辣椒射到一发。布洛克开启极限威能大招，不管了，直接开冲，撞到小辣椒一下，继续冲，又带有这个小辣椒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细节是，我冲刺的时候是会有50百分比的免伤的，而就是因为有这个免伤，布洛克刚才那个普攻才打不死我。本来想要收走路标来击退布洛克，不小心手滑了，差一点就3杀。不过队友还是很给力的啦。